好了，我们不聊刚刚的事情了，我们聊点轻松的。千洛好像喜欢你。雷无杰才是真的喜欢你吧？没想到你这样的人也会扯开话题。我只是觉得你说的不对。哪里不对？他不是好像喜欢我，他就是喜欢我。萧瑟，没想到你改了名字，还和以前一样不知廉耻。萧瑟，哎，我都听说了，原来你让白小棠找的人就是吴昕啊！你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，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在哪儿？吴昕，叶宗主，小声点儿，现在吴昕身份特殊，别这么大呼小叫的。哦，对，哎，萧瑟，吴昕呐，我没收到他的消息。不是说已经找到了吗？他说入宫之后便会来找我，可一直没来。唉。景仙公公那边传消息过来了，说吴昕进入了景泰宫后，行踪就消失了。他并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会合出宫。他被发现了。但景仙公公说，昨日宫中很平静，并没有说哪里发现了刺客，所以说吴昕应该并没有被发现，他很有可能还在景泰宫中。果然如此。他还是想把宣妃娘娘带出宫，再寻找一个最佳良机。可是这样太危险了。不过吴昕没有被发现，所以至少他是安全的。我已经拜托景仙公公，若有消息，会第一时间传给我们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方才穆公子传来消息，华瑾已经答应了白王的请求，午后给陛下问诊结束之后，就会前往白王府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，你们都在啊。你们要去为白王治疗眼睛，但是去之前，有一个情报对于你们来说很重要，便是这个。江湖风波镜，金榜论武名，这就是金榜啊！上一次金榜更换在海上没有遇到，这一次金榜更换终于能够亲眼见到了。但你们要做好准备，一旦打开金榜，这个消息便会传遍江湖。现在你们还有权利选择封榜，而我给你们最大的帮助也是选择。我从来不怕选择。所以你是想知道现在的你到达了什么位置？那就劳烦堂主为我们亲自接榜。如君所愿，那便请各位颁榜吧。哎，金榜第一榜百兵榜，第一榜从未有过变化。六大剑仙，女剑仙雷轰，10剑差雷，雷轰师傅他也成了剑仙了。无双剑仙无双，持剑无双剑侠。哇，这小子也成了剑仙，真厉害啊！你心还真大呀，人家比你走快那么多，你非但不着急，还挺高兴。剑客相争，有不错的对手，本是人间幸事。他快我一步，我快步追上便是。刀仙榜依旧被男爵占领，九仙百里东军退市清榜。这有必要公布一事吗？暂隐于世，说明随时便可出，这算是一种威胁。如若不这么写，江湖上便会传出他已死的消息，这对雪月城的地位会非常的不利。哎，萧瑟，你这良玉榜还有第8名雪月城弟子谢延树，第7名温家温良，第6名唐门弟子唐泽，第5名雪月弟子司空千洛。哎，师姐不错啊。第4名望城山弟子李凡松，这家伙进步也挺快啊。第3名雪月城弟子雷家堡剑心种弟子雷无杰，我的名号可真长，霸不霸气啊？厉不厉害？我第3名呢，我后悔把他排进良玉榜了吗？白小棠要不要考虑排一个白痴榜，让这家伙当个手甲？少年心性，当再生一名才是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哎，没有第2名啊。榜首雪月城弟子骆明轩，
轩辕六伯术已经被他悟到了，应该是这样吧。而还有个并列第一，雪月城弟子，萧瑟是你啊！我说，只有一个梁玉榜。我与你交过手，很遗憾，只是梁玉榜。真无聊啊！好不容易重出江湖，结果被人压了一头。想必那位刚入了剑仙前梁玉榜的榜首，如今已能入冠绝榜了。排了几甲？你往下看便会知晓。既然百里城主已经退榜，那么同样闭关的莫衣仙人也会退榜。这冠绝榜上2甲皆退，谁又会取代他们的位置？冠绝榜第4甲，严战天、谭台破、雷轰、无双。雷轰师傅真厉害，又入了冠绝榜，又入了百兵榜。第3甲，谢轩、斋月君、雷云鹤。第2甲，唐连月、司空长风。父亲入2甲了。怎么3城主都2甲了还不高兴？当时我们从海岛回来之后，他就经常闭关练功。他说如今2城主伤重，大城主又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。他区区一个3甲，撑不住雪月城的天下第一，需要进一步才行。只是，虽然入了2甲，但是原来2甲的那个人已经离开了2甲。江湖冠绝榜第1甲，孤剑仙洛清扬。这莫衣仙人将要闭关10年，他不会再入江湖。百里东君陪伴着他，也不会再归来。难道这天下能赢得过这凄凉剑仙之人，就真的没有了吗？至少如今并不存在。这5榜之上，我们依旧是最有优势的存在。只不过雷家堡祖训无法入天启，他们如今跟我们的关系又很微妙，这2大助力我们很难用得好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这6大剑仙中，雷剑仙受祖训不得入朝堂，如剑仙又是半避世之人，雪月剑仙身受重伤，虽然出现在名单里，但也是个意外。剩下3人能入天启之战之人，都不是我们的人。是。至于冠绝榜，所有的名字加在一起，都不如一个首甲。孤剑仙洛清扬。你要从现在就开始准备了，因为这份5榜2日之后便会传遍天下。我明白。那剩下的事便只能与你一人说了。那我们先走了。白王府，我建议你不要去。为何？如今的天下，只有白王府的势力拥有2位剑仙坐镇，白王一旦恢复光明，对你不利。人生在世，趋利避害，可我萧瑟不是凡尘之人，所以二哥这忙，我一定会帮，不管对我有没有利。因为当年的那件事，你一直有愧疚。二哥这些年做了很多事，我不认可，但他不应该是个瞎子，我必须帮他。其实你的答案我早就已经猜到了，我来告诉你这些，只是希望你提前做好准备而已。好。师傅，我们是去看病，又不是去杀人，带剑做什么？咱们是不去杀人，可也得防着别人杀咱们呀。唉，这天启城真是麻烦，真想早点结束这些事情，去蓬莱岛找神仙。师傅要是去蓬莱岛，可一定得带上我。只有我们青州穆家的雪松长船才能到那儿。那你还是先把你的医术提升下吧，否则去了神仙也不会见你的。哦，放心吧，华锦姑娘的周围我已经安排了许多隐卫相守，只不过这些隐卫无法进入王府，
所以那日的白王府反而是最危险的时刻。二哥德行兼备，在朝野之上人望很高。若不是目盲不能视物，只怕比起父皇当年也差不了多少。不过他这次快要重见光明，老妾绝不会听之任之。他们会杀了华姐？杀了华姐，不但白王的眼睛治不好，陛下也会死。而且这一切还能很好的嫁祸到我的身上。毕竟派华锦过去的就是我。我去保护华姐。我也可以。通知藏明，这一次我愿与二哥联手，将幕后之人连根拔起。我这就去安排。我送叶姑娘回去。千罗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，再练个10城枪就去。你最近怎么突然这么刻苦？比在雪月城30尊面前还要刻苦。因为3日之后，又是一场大战。辛苦了。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可以结束？相信我，很快。结束后，你会跟我一起回雪月城吗？你为什么闭上眼睛？你为什么避开我的话？我会回答你的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拼命练枪吗？因为我想比你强。到时候如果你不跟我走的话，我就把你绑了跟我走。他们都说你是要当皇帝的，可这皇帝有什么意思？你看你的父皇活得这么累，而且这天启城……好了，我都知道。那你……你笑话我？雷无节，啊，其实你不用送我的，我坐将军府的车辇回去，没人敢阻拦我的。那可说不准，他们连太师都敢行刺。杀了太师是朝野震动，杀了我，我的父亲会不管不顾把天启城给踏平的。你父亲这么厉害呢？不如你父亲厉害。你父亲活着的时候，他只能排第2。哦，可是我父亲走得太早，我对他的印象也不怎么深了。父亲说，你们2个很像。和我很像？嗯，那应该也不怎么厉害吧？这么没自信呢？我当初闯荡江湖也是很有自信的，现在只是被打的没有自信。父亲说雷将军是个很有趣的人，雷无节你也是。原来是这和我很像，但是这有趣，不就是傻说的好听一点吗？真是个傻小子。那个也……你支支吾吾的，想说什么？叶姑娘以前是不是喜欢萧瑟呀？是啊，在他离开天启城之前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他。我的父亲还差点把我去提亲了呢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不喜欢了。为什么不喜欢了？那个时候小，不懂什么是喜欢。现在看着他，感觉像对着一面镜子。我听不懂。锦玉公公不去吗？可是他来求的我。景太公有要事让他处理，今日只能由我一人来护送神医了。景太公，那不是赤王母妃的寝宫吗？
师傅，不要妄议宫中之事。好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走了。二哥，紧张吗？有一些。你呢？我不紧张。你呀，从小就是这样，一紧张手心就冒汗。放心吧。藏明，你怎么看着无事一般？因为藏明知道，今天的一切将会很顺遂。二哥，等你眼睛好了，你最想做什么？我想，你们两个陪着我，我们骑上马，好好看看这天启城。请。是你，嘿嘿。神医，马上就要医治了，我还不知道我需要做些什么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到时候我会往你身上扎入10针，你便全身没有知觉了。等殿下醒来，便是重见光明的时候。神医，我还是不明白，这是如何做到的？不传之法，不能告诉你。殿下，请。藏明，紧张吗？紧张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得紧张死。我不是为了自己而紧张。华锦不在吗？啊，华锦神医今日早间的时候已经来过了，现在白王殿下那里。哦，去虫儿那儿了。呵呵，华锦医术高超，兴许真的能把虫儿的眼睛医好啊。至于姑的病，怕是医不好了。圣上，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啊！长青，圣上，去通知蓝月侯，让他去一趟百王府。回圣上，侯爷已经过去了。哦，天启城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天启城了。侯爷，咱们这是在等谁呀？在等索命的恶鬼，游离的亡魂。小神医是我带到天启的，我自然要安全地把他带离天启。别人的命我可以不管，要他的命，得问问我手里的刀。侯爷，鬼来了。我的刀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鞘了。北离第一刀客，烟尘落锁传狂刀。
今夜斩鬼，不死不休。执散鬼苏沐雨，咱们又见面。雷无解，你知道我的名字？你的剑很不错，与长剑剑景威一样，都是值得被记住的剑客。哼，暗河第一剑客，值得我罚一次剑。你来了，清风明月杀人夜，六哥来此也是想和我一起看一场好戏，品一杯好茶吗？我原本以为今日你要亲自动手，想不到却找了这么个地方品茶。自己动手，哪有看戏有意思？来，我给你留了个好位置。我记得这个人，当初他想杀你，被吴昕拦了下来。暗河的大家长，唉，你从小就愿意与我作对，我什么都抢不过你。但是这一次，你赢不了。今天二哥的眼睛不会好，那位请来的小神医也再也走不出那道门了。暗河大家长神功盖世，可有信心稳操胜券啊？你知道，这周围我还安排了多少高手？你身边的这个小姑娘，对付得了那么多人吗？你又是大家长的对手吗？说得对啊，如今的我的确杀不掉大家长，但我知道有位前辈有资格与大家长一战。哼，有意思了。我们这里打起来，可比白王府内更精彩了。不如这样吧，今天我们不打架，我们打个赌。我赌二哥的眼睛今天能治好，小神医也会安然无恙。好啊，你想赌什么？就赌这天启城。这赌局还未有这么大，区区一双枭虫的眼睛，配不上这天启城。天启城的赌局还在后头，不妨我先要个彩头。若是我赢了，你的那座雪落山庄就是我的了。你从小就想跟我抢，区区一个宅邸而已，到现在还放不下。当年我也说过，终有一天我会抢回来所有的一切。那倘若是我赢了呢？你提。若是我赢了，把我朋友的消息给我。六哥，你还是这么的聪明。我再问你，赌还是不赌？好，我奉陪。
什么玩意儿啊！既不知道疼痛，又不知道疲倦的，我是打不动了，他们还一次比一次更强。你该庆幸，苏家家主选择了停手，要不然咱们已经败了。苏成河，他究竟对这些暗河弟子做了什么？行了，这闹鬼了吗？这是，今晚这是在跟鬼打架啊！家主，救我！算一算时辰，小神医已经要完成他该完成的事情了。按叶押所说，这些不完美的药人杀手只能坚持1炷香的时间了。看来今晚注定还需要发生一些更有趣的事情才行。去吧，结束白王府内的这场好戏。这人的身形怎么看着这么像无心？差点被这几个籍籍无名的杀手给解决了，说出去还真丢人呢。你是师傅，快走！无心，你好好看看你的眼前，那是萧瑟，那是你的兄弟啊！没用的，他跟方才5个杀手一样，失去意识了。这一个打我们4个，这比剑下还仙了吧？无心，无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刚刚喊我什么？无心。看来应该听鬼医的话，此时用他确实是操之过急了。无心，退下。萧景霞，别动！萧景霞自小便心肠毒辣，所有的皇子都不喜欢她，唯有仁厚的二。
救我！我败了吗？我们走。要吃吗？大局为重吧，去看看二哥。小神医，小神医，怎么样？哎，那个是什么？唐门暗器。青缕衣。这就是大师兄离开雪月城的时候送给你的。此物名叫3寸之地，是唐门少有的防御暗器。有人熟睡之时，有敌方来袭，此物便自动展开，取敌人性命于片刻之间。当初他私自联系暗河之后，我就传信给虫儿，让他多加留意。可虫儿却说绝无可能。他对兄弟如此仁厚，却没想到身边养着一只毒蝎。哼，原来这暗河就是他找的。那死在大师兄留下的暗器手里，也算是活该了。沐春风应该没事，神医如何？我救不了他，要立刻请大夫来看他。先带回雪落山庄，还是送往太医院吧。不可，不能让天启知道神医重伤的消息。那吴昕怎么办呢？先回雪落山庄吧。现在就算把他抢回来了，我们也救不了他。为什么这样都杀不了萧崇？为什么？大王布了这么久的局，本应该是天衣无缝，可萧楚河仍能够找到方法破解本王的局。殿下息怒。白王府是如今天下唯一拥有2位剑仙坐镇的王府了。若是他的眼睛再能够看见了，可2位剑仙也没有天下第一有分量啊！我们要不要？还没到时候，但是不能再等下去了。传信给宫里那位，让他尽快见本王。如剑仙怎么突然舍得抛开江湖，来我这清源殿了呀？我在江湖上游累了，就来国师的青云殿歇歇。不过客人可不能白来。那是啊，我的确是有些见闻啊，要和国师分享。哦，我在江湖上啊遇到了一个精才绝绝的少年，这个人呢是被寒水寺忘忧大师抚养长大的。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啊，他跟我说他要来天启城。我想啊，如果他真的来了，那整个城里啊都会传遍他的名字，因为以他的个性啊，走到哪里啊都会掀起一片风云的。从他入城之时，我便察觉到了他的存在，并以大龙象之力探之，但很快就被他发觉了，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禀师尊，萧瑟公子求见。哦，他来了，还真是巧了。请。殿下，谢轩先生也在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啊？难道又有人受了伤，需要我去医治？是华锦小神医。小神医？小神医昨日被人重伤，至今还昏迷不醒。哎呀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如今陛下的病全靠他给吊着。那他人现在在哪里啊？在我的府邸雪落山庄。那你们找国师还有其他事吗？还有一事。啊，那好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过去看看。告辞。殿下，快请坐。晚辈知道青天剑只达天命，不问政事，因此一直没有来拜访您。但晚辈最近碰到一件事，不
不得不来叨扰国师。请讲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公认的精才绝艳，但最近失了神智，功力也大增。就算我们几人联手，也对付不了他。殿下说的可是叫吴昕的少年？正是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就在赤王萧雨的身边。我们都觉得是赤王控制了他。控制了他？这样的事我之前只听我师父说过。我怀疑是西楚药人之术。可如此奇邪的术，就连白小棠也了解不深，故只能来钦天监求一答案。西楚灭国之后，应该只有药王谷一支还密留着炼制之法。这新百草绝不可能。扁姑娘早已去世，难道是月牙她还活着？果然是他。可月牙纵会药人之术，他并不一定就是炼制药人的人主啊。何为人主？所谓药人皆有人主，炼药人需以血为引，这一滴血必须是至亲之人的鲜血，又以亲生父母的最为完美。若没有引，只有药，炼制出的药人极易遭到反噬。难怪那些人最后都死了。但是吴昕给人的感觉和他们不一样，身上没有那股死气。但是这世上还有谁的血能够为他炼制药引呢？宣妃娘娘，宣妃就是吴昕的生母，若需要至亲之血做药引，那也只能是宣妃。药人之术的解法，同样需要弄到这一滴至亲之血。那想要救吴昕，只要找到宣妃就好了。是需要宣妃的至亲之血。一滴至亲之血就够了。弄到了至亲血，后面的事情交给小神医，就并非难事了。晚辈多谢前辈解惑。走。多谢谢轩前辈为华锦疗伤。哎，不客气。他在受伤之前起了一排银针，刺入了自己的身体。这是药王谷不传的秘籍，七针所婚。谢轩前辈，华神医怎么样了？啊，已无大碍。前辈几次救我于危难之中，萧瑟等人感激不尽。啊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前辈客气了。若是没有前辈赠我的无名书，我们几人早就死在安和的手里了。这寻常人看书啊，是看不出门道的。你能看懂，那是因为你有能力。哎，我上次送你那本书，你看的怎么样了？前辈，你送我的那本《晚来雪》，在街边3文钱就能买到。那可不一样啊！我送你的那一版是未删减版，仅此一本啊！我在里面加了很多情节，很好看的。那前辈，既然是仅此一本，您怎么会有呢？那《晚来雪》的作者是谁啊？江南才女谢飞轩。那我叫什么？您叫谢轩。那传说中容颜绝世的江南才女就是你？是我。有点恶心。你想去后宫见宣妃？你了解宣妃她是什么人吗？我只知道，她是父皇最爱的女人。你父皇一生只爱过2个女人，一个是你母亲，只可惜她在生下你之后不久就病逝了；另一个就是宣妃。但宣妃不仅仅是绝色美人那么简单，这世上除了你父皇之外，还有2个绝顶之人愿意为她赴死，一个是昔日的天外天宗主叶鼎之，另一个就是如今冠绝榜榜首的洛清扬。这宣妃独处深宫多年，好不容易见了吴昕一面，你难道要告诉他，吴昕现在变成了药人吗？但是我需要他的血。吴昕是他的孩子，也是我的朋友。
我就知道，你决定的事，谁说也没用。皇叔了解我。我查过了，是赤王给的药，他同意了。可真的是药人之术吗？这不是已经绝迹很多年了吗？药人之术，当年我们都亲眼见过。我在白王府看到的情景与当年一模一样，而被作为药神的人，结局你也都应该知道。他曾经说，要带领我们暗河走向光明，彻底摆脱杀手的宿命。可为何他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？他的欲望太强了，有时候欲望会推动我们前进，但有时候会带领我们走向灭亡。当初你说过，不让暗河卷入这场纷争。事已至此，无法回头了。我只能送你们进去，无法接你们出来。但我会在城墙东角给你们备一辆马车，记住，1个时辰之内必须出来，否则车夫就会走。知道了。这是给你们备的衣服，一会儿换上。为什么要换衣服呀？萧瑟不是皇子吗？我跟着他进去不就行了？白天进宫是不需要换的，但现在是晚上，宫禁之后，任何人不得进去。再说你们去的是后宫，他又是皇子，更得避嫌。哦，好吧。这怎么是女人的衣服啊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你们去的是后宫，只有打扮成宫女，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但是我们2个大男人穿着宫女的模样，这不更令人注意吗？萧瑟，你怎么看起来非但不纠结，还一脸期待的样子？你哪来这么多话呀？你现在话多，说明你特别兴奋。穿女装值得你这么兴奋吗？这早知道穿女装，就让千洛使进来。萧瑟，你很有天分啊！你闭嘴，你个白痴，不准说出去。坏了，萧瑟。什么坏了？你看他这仪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怎么可能是赤王他娘啊？没认错，看起来年轻罢了，其实已经快40岁了。没叫你们，怎么自己进来了？进去。景泰宫新来的宫女吗？本宫怎么没有见过你们？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就是骨架大了点，像个男人似的，可惜了。宣妃娘娘，不装了。萧瑟，怎么这么快就被识破了？娘娘是洛清扬的师妹，也是影宗宗主的女儿。影宗最擅长的便是伪装，我们能骗过其他人，自然瞒不过宣妃娘娘。你跟你父亲还有母亲长得很像，永安王殿下。娘娘见笑了。萧瑟见过宣妃娘娘。永安王殿下夜闯后宫，还带着这位修为不凡的朋友。你们2个这是来杀人吗？不杀人，不，只求宣妃娘娘一滴血。一滴血？为何？我有一位朋友，最近中毒，中毒原因正是因为娘娘的一滴血。相同道理，若想解毒，也得靠娘娘的血。之前雨儿也求了本宫的一滴血而去，
不知道是否与这件事情有关，也不知道为何本宫的血可以作毒，还可以解毒。老七求的那滴血，便是我说的那个毒。至于娘娘的血为何能作毒又能解毒，那是因为中毒之人身上流着和娘娘一样的血。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天外天前宗主叶鼎之之子叶安世。是他来了。娘娘不知道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离开过这里了，宫外的事情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对于这个世界，我已经是死人了。娘娘，您当年和叶鼎之以及父皇的事情，萧瑟没有资格知道。但这世界上总归还有人记得娘娘，挂念着娘娘。一个人真正死去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起他的时候。可是我这个朋友，他想着娘娘，甚至来找娘娘。他的眉眼跟你一样好看。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叶安世。不错的名字。难道是他？那个娘娘，娘娘，我们时间紧迫。拜托了，娘娘。多谢娘娘。等等，你若再见到他，请他勿再来找我。萧瑟明白。雨儿，母亲，那日你去青天剑，说要给我祈福，用我的血祭灵符。我知道不是实话，却也依了你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拿来害自己的兄弟。母亲已经知道了，不过我没有兄弟，他只是母妃的另一个孩子。我们身上流的血是不一样的。那你又何必要害他？我不害他，那他就帮着刚才来的那2个人害我了。母亲想救活一个孩子，而害死另一个吗？你让开！母妃，请不要走出这道门。我只是想活下去，我也保证，母妃的另一个孩子也能活下去。不过要等这一切结束之后。哎，你看，咱们衣服换了，雨也停了。雨停了就赶紧走，宫里来来往往人会变多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换回来啊？岂不是更容易被人发现了？想要的东西既然已经要到了，就算被人发现，也比那身衣服要强啊。如果来人发现了我们，你拦住他们，我跑不就行了？不对啊，你是皇子，应该是你拦住他们，我走嘛？怎么到你这儿反过来了？我是皇子，私闯后宫被人发现，有损声誉。那你不是不怕吗？那我呢？我要是被发现了会怎么样啊？你是庶人，私闯后宫，其罪当诛，审都不用审，一刀砍了就是。嘿，你还真是我的好兄弟。萧瑟，咱们真被人给发现了。
什么人？来杀你！是你？你怎么在皇宫中？萧瑟，萧瑟，这样的掌法，这样的功力，绝对没错。锦玉公公，就算替虫儿还你的恩情了，你们快走吧。走。你是谁？虚怀公，可是师父已经死了，我明明验过他的尸身。你究竟是谁？你又何必如此？从我和你对第一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定不会是你的对手。唉，但你打下了我的面具，我就算是想要留手，也无法了。他真的值得你这样吗？他会是个好皇帝的。你呀，就是读书读太多了。只要是皇帝，哪会有什么好的呀？世间自有君子，小人才会不信。那就让我这个小人杀了你这个君子吧。虫儿，师父看不到你君临天下的那一天。驾！萧瑟，刚刚那人究竟是谁啊？当年废了我武功的人。啊？他是宫里的人？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这种诡异的内功。那他究竟是谁呢？能出现在这儿，并且还有如此阴柔的内力，一定是五大剑。我怀疑是五大剑之一，第一大剑锦轩，皇城内的第一高手。你有几成把握？9成。你可以将此事告诉白王，杀了锦玉，就等于把白王彻底推向了我们这边。现在还不急，时机未到。等时机一到，这些债自然让他们来还。宣妃娘娘给的那滴血，我已经交给华锦了。华锦说，她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制炼成药，但是赤王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给人喘息机会的人。接下来，他会用更激烈的手段力挽狂澜。好啦，我们不聊刚刚的事情了，我们聊点轻松的。乾隆好像喜欢你。雷无杰才是真的喜欢你吧？没想到你这样的人也会扯开话题。我只是觉得你说的不对。哪里不对？他不是好像喜欢我，他就是喜欢我。萧瑟，没想到你改了名字，还和以前一样不知廉耻。可是雷无杰好像觉得是你喜欢我，比以前还不知廉耻。若依，其实我知道你也喜欢雷无杰，从你们在百花大会上跳舞，我就知道了。我觉得雷无杰身上有一个人最原始、最纯粹的品质，那些品质我们曾经都有，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放下了，只有他还保留着。吴昕说过，
他是天生玲珑心。那你呢？你喜欢千洛吗？这两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如今在这天启城满城风雨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有心情在这谈笑风月，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死。你又扯开话题。我若真是喜欢风月之人，4年前不就纳妃了？腰细娇小，肤白貌美，还有点小任性，也算是个极品了。听你这语气，还真像是醉梦楼里看花魁的登徒子。那你喜欢千洛吗？喜欢啊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来了。陛下。哎呀，辛苦你了。哎，坐嘛。小神医，我听说前些日子你染上了寒疾，现在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自然，区区寒疾怎么能难倒神医？你是小神医，怎么会染上寒疾呢？陛下，我晚些时候再来给你施针。小神医啊，这些日子你在姑者身上插了太多针了。姑得的病有这么难医吗？陛下，你知道我们医者口中常说的一句话吗？什么话？心病不除，百病难医。陛下，你有心病，这个华锦医不好。心病不除，百病难医。你的话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也没有用，还要治好。解铃还需系铃人。陛下，谁是你的解铃人呢？他死了。死了？死了。他是姑最好的兄弟。我们在很小的时候，母后就死去了。虽然我们是皇子，却没有得受过多少的宠爱，甚至就连有点权势的太监都敢欺负我们。太医，你再回去救救他好不好？殿下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弟弟在6岁的时候感染上了中风寒，医了好久也没医好，最后到了快死的时候，救救我弟弟好不好？殿下，不是微臣不救治，微臣也是无力回天，爱莫能助啊！你救救他吧！殿下，请回吧。他是在那一日死的吗？流传在外面的说法是，在那个大雪夜里，我跪在门口，苦苦的哀求那个太医2个时辰。虽然我是一个不受宠的皇子，但是这样的跪礼，对一个太医来说，不是能够承受得起的。最后，把我弟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陛下，你是个重情义的人，但那是假的，那是姑让太医对外说出去的故事。实际的情况是，那天晚上，姑跪了2个时辰，但他还是坚持要走。于是我拔出了母后留下的那柄长剑，我一剑上去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要做无人问津的皇子，我再也不要被人踩在脚底下。我要和我的弟弟登上天启的最顶端，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低头看我们。后来，我成为了皇帝，我的弟弟
成了北离的大毒虎。莫说天启，就算北离，整个的天下都畏惧我们。可是最后，弟弟还是死了。是我杀了他，都是因为我提不起勇气，害怕失去手上那些虚妄的事物。陛下，你为何不自称孤了呢？孤？或许每次想起弟弟若风的时候，才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皇帝，而是一个哥哥。只有弟弟在的时候，哥哥才能永远的不孤单。皮川叔叔，这无聊的日子厌倦了吗？你说呢？我这刀都要锈死了。是有点怀念天启了，想去千金台赌一把，再去碉楼小筑喝一杯，再去彩云追月阁睡一觉。瞧你这点出息，王爷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儿子？我这不是在这儿过过嘴瘾吗？现在看来，只有萧瑟那家伙当了皇帝，才能把我们招回去了。那也未必，我们可以自己回去。据最近传来的消息，明德帝最近病重不起。病重不起，王爷有什么打算吗？让我们回到天启的那把火终于来了，虽然不是萧瑟点燃的，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般的离奇，突然间心生归意，便什么都来找我了。那便归吧，策马扬鞭，直逼天启。这么晚不睡，是在等什么好消息吗？你来了就肯定没有好消息。行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我现在就走，不给你添堵。开玩笑的。你的好兄弟蛰伏多年，最近似乎有些不安分了。他们这是要回来了？是，但你似乎并不惊讶。我们的对手啊，以他们的做事风格，时机到了，也该走到这一步了。不过吸引他们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白小堂只查到，在那之前，谨言去过一次将军府，随后将军府便派出了16名密探，悄悄出城了。那应该是龙峰卷轴。什么是龙峰卷轴？当年八王之乱爆发，各大皇子纷纷闯进皇宫，一路杀到了平清殿。他们都在等，即将驾崩的先帝从里面送出来的龙峰卷轴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。可到最后，只有琅琊王和明德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可当他们刚要踏入平清殿的时候，武大健捧着卷轴出来了。那卷轴上写的是明德帝。武大健捧旨而出，却始终不宣。最后，琅琊王上前一步接过卷轴，看了一眼之后，便当即撕毁，随后宣布皇位传给三皇子萧若锦，也就是现在的明德帝。那说明卷轴上写的
并不是萧瑟的父皇，不然为何要撕毁他？是啊，可是当年负责此事的武大健都选择了保持沉默，所以也就没有人再继续追究此事。可是龙峰卷轴向来有2封，一份由武大健保管，译为传圣意；另外一份则由钦天监保管，译为承天意。一封卷轴被撕毁之后，另外一封本该送到钦天监的卷轴却无故消失了。那武大健为何要纵容他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卷轴上写着琅琊王叔的名字，他撕毁了写着自己名字的诏书，武大健根本没办法拦截。但是几年之后，琅琊王军功赫赫，民心所向，那封不知所踪的卷轴却又突然间出现了。即便琅琊王不想当皇帝，在朝中、在军中，甚至在民间，有越来越多的声音逼着他当皇帝。当年藏起那封卷轴的人，就准备要动手了，掀起兄弟反目，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新帝即位，旧帝的武大健要去守皇陵，可当时大建卓卿权势无说，所以他自然是不会甘心的。他从一开始便收起了龙峰卷轴，图谋着政变的那一天。我想，当年琅琊王叔一案，应该也是他一手挑起的。只是他没有想到，他的卷轴还没来得及亮出来，琅琊王叔就死在了法场之上，而他也在1个月后死在了皇陵。这些事，百草堂可没有查到。因为当年伤我的人就是锦轩，而锦轩是卓卿最亲近的弟子。卓卿死后，龙峰卷轴再次下落不明，我想8成就是落在了他的手里。而这锦言又是武大健中锦轩最得力的走狗，他能说动将军府，除了知道琅琊王叔救军的下落之外，手里应该还有足够的筹码。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龙峰卷轴。我没明白，叶将军不是若依姐姐的父亲吗？他不是一直站在我们这边的？叶笑英是琅琊王叔最忠实的手下，他等这一刻等了很久。只可惜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，但是选择上可能会大有不同。闺女，我遇见他那一年17岁，我是天启一屠户的儿子。当时我拿了一把砍竹的刀，就这么看着他。他对我说：“我见你屠刀诛羊，却有载天下之气，可愿与我同战天下？”我却回了一句：“买肉吗？不买滚！”后来，我成了一名巡街校尉，再后来，我成了先锋营的副将。有一次，我们遭到了敌人的围攻，整个先锋营全军覆没，我也只留下了一口气，是他把我从尸体堆里给刨出来的。当时我就想，以后为了他，生死也情愿。这段故事未曾听父亲提过。那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再后来，我成了骠骑将军、上将军、大将军，先帝御赐金甲，封金甲将军之号。但是我依然愿意做一个追随在他马后的小卒。可是那天，他死了，不是死在战场上，
是死在了法场上。那件事情的1个月前，琅琊王突然降罪于我，以我治军不严，夺取了我的兵符。我知道明德帝不杀我，那是为了防止兵变。他把位置留给我，是为了安抚我。这么多年，我也的确假装被他安抚，所以天下人知道我叶小英是为了琅琊王的死对皇帝心生芥蒂，但是因为畏惧皇威，所以才不敢造次。这是所有人都想看到的结局。那我就做给他们看。父亲为何今夜这么多感慨？若依，今天我会派一队精兵护你出城，你先离开天启一段日子。为何？他的病情一直很糟糕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再加上如今天启城中几位皇子争斗的又厉害，我生怕会出现一些变故。变故？父亲，你何时害怕过变故？你一直期待的不就是变故吗？我一直在帮助萧瑟，父亲你也是默许的，为何突然要送我出城？好，我且问你，萧楚河入天启，是为了当皇帝来的，还是为了查清当年那件案子来的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自然是为了查案。那便是了。萧楚河一直没明白一个道理，只有当上皇帝，才能查清此案。一臣一君，那是天方夜谭。所以说，在这次他和赤王的争斗之中，我不看好他。可父亲明明之前很看重他。我看重他是为了看着他，就像当年我看着琅琊王，有能力有魄力，但是没有足够的狠心。琅琊王什么结局？琅琊王死了，被他的亲兄弟杀死了。同样的事情，我不想看到第二次。只是因为萧瑟从来不接受父亲的扶持吗？闺女，有一个道理你要明白，他毕竟是萧若锦的儿子。不管怎么样，琅琊王只是他的皇叔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琅琊王也没看错他。但是你爹我不想再当了。我不同意父亲的看法。既然你认为一件事情是对的，那么坚持下去便是了。我知道你心中所想，你忍了很多年，忍的不过是你没有写下的那个字，而那件事本来就是错的。若依，若依，还是一帮孩子。听说你昨晚也搬来雪落山庄住了？不仅昨日，今后我都要在这住下了。跟你父亲吵架了？这倒是新奇。从小到大，我还没见过叶将军舍得对你说过一句狠话呢。他昨日说了很奇怪的话。说什么了？他觉得
在这次天启之战中你赢不了，还说如果你是以臣子的身份，就算有再大的决心，也无法为琅琊王翻案。看来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你说的是龙峰卷轴？这件事你没有当着你父亲的面提起吧？当然没有。他若知道我们查此事，怕是真的不让我出来了。他应该是接受了那份卷轴。我猜接下来的一步，他就会召集琅琊军联系萧凌晨，发动叛乱。我也是这般猜测的，但这话从你口中说出，怕是已成定局。这将是北离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叛乱，几十万铁骑将踏过整片大陆，直至天启。无数的百姓将会因此蒙难，而蛰伏在北离周边的国家也会伺机而动。可是我不明白，琅琊王军叛乱，这对赤王他们有什么好处？为何龙峰卷轴会在此时出现？为何卷轴一出现就会找到你父亲？若最终真是萧凌晨登基，宗庙归位于琅琊王，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？我现在还想不明白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绝对是个圈套。相信你父亲能想明白，但是他还会依然往里面走，因为他这个人极度自负，他对自己深信不疑，在陷入牢笼的同时，能咬死那病虎，还能全身而退，最后再把那猎人咬死。他确实一直这般自负，可是这份自负最终会害了他，害了整个琅琊军，也会害了萧凌晨。就算最后他赢了，也会给北离重创。这琅琊军一路北上，势如破竹，这些驻军们根本就无法阻拦他们。可父皇偏偏此刻病倒，这一切真像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棋局，而我们都是被困在其中的棋子。那你可想到什么办法了？我派姬雪过去了，他应该很快就会见到萧凌晨了。你想让姬雪去说服萧凌晨？你说，若此刻萧凌晨说不打，会有什么变故？他会被我的父亲绑在马上，灌上哑药，就算压着，也要让他去上战场。你说的对。那你为何还让姬雪去寻他？但是我要知道他真实的想法。这北离的月亮，不如我们海上的月亮好看啊。怎么不如了？我们海上的月亮又大又圆，这北离的月亮呢，看着有点血色。你觉得呢，姬雪姑娘？你还认得我？当然认得，毕竟你生得这么好看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跟着你跑，你做什么我做什么，但是你好像只喜欢跟着他现在叫萧瑟。怎么，还派你来的，想劝我退兵？那你会退吗？自然不会啊，我必定马踏天启，直指泰安殿。这真的是你真实的想法吗？我父琅琊王萧若风在上，赐萧凌晨句句真心。东邪，萧凌晨这个人你还记得吗？自然记得，这小琅琊王自小住在军营当中，染了一身草莽的习性，每次大宴的时候站在贵族中间，一点都没个皇室贵族的模样。几日之后，这个一身草莽之气的小琅琊王便将登上帝位了。此事真的这般容易？还差最后一步。哈哈哈，哈哈，不差了。看来王爷对我很有信心呐。看你笑那样，本王和大剑让你做的那些事情，你可办妥了？
我已经说服我师父卓心公公，他老人家愿意为我们出山。哎呀，可费了我好一番口舌呢。你师父卓心是上代5大剑中唯一还在世的，由他做接下来的事情最为合适。不过还有一样东西，朝中百官相迎的亲笔联名手书已在身上。那个最重要的人也已经写下了他的名字。这般顺利，看来琅琊军一路势如破竹的杀来天启，已经把朝中百官杀破了胆了呀。但我有一件事情觉得略有蹊跷。你是说蓝月侯那边？据大剑所知，王离天君的虎符一直在蓝月侯手中，如今琅琊军近在咫尺，200里外的王离天君应该迅速调入天启城中才对呀。萧楚河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皇叔莫要着急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好，我给你时间，那你告诉我你需要多久？如今秦王令已发出，其他2军何时支援天启？3日之内便能到达天启，但琅琊军只需2日。如果我们现在把王离天军召进城内，只需抵抗1日，便能等到援军，到时候内外联手，便能平定这场叛乱。真的会这么简单吗？为什么2军来支援的速度如此巧合，不快又不慢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？好，我再等你1日，1日之后，我会亲自率人出城，去迎那王离天军。多谢皇叔信任。殿下，藏民虽然看不见了，但也能感受到殿下心里十分烦忧。刚刚得到消息，蓝月侯依然没有去传王离天军。王离天军的李将军已经发了3份军报，也没有得到入城的许可。这王离天军反而更着急了。他们自然着急。不入天启，他们就要正面迎上琅琊军。王离天军已经10几年没有打过1场仗，如果正面对抗，只会被打成肉泥。殿下，你说此事会不会是永安王那边安排的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永安王自幼便长在琅琊王的军帐之中，与萧凌晨、叶笑英都交好，而且蓝月侯现在明显是站在他那边的，不让王离天军入城，而让琅琊军轻易攻城而入，是否会是他的打算？你会杀了千百人，只为救1个人吗？这要看救的那人是谁了。他是琅琊王，受万人敬仰的护国英雄，也是老六最敬重的人。如果杀1个人能为他翻案，但这个人若是无辜的话，他也不会这么做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会觉得手上沾上一滴不义之血，便是玷污了琅琊王，所以他更不会以天下人为代价。王离天军不出兵，只有1个原因，就是他觉得此行不可。不下了，
怎么说我的棋也算是得了阿爹的真传，就是下不过你。你呀，就是太急了。有的时候不要着急认输。虽然这棋局看上去败相尽显，但也只靠一步棋就能反败为胜，神转。我怎么看不到啊？我也没看到。这外面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你们居然还在这里下棋，这要是被蓝月侯知道了，怕不是要被气吐血。哎呀，若依姐姐，萧瑟就是喜欢故弄玄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呀，肯定早就有主意了。这次你可说错了，你看这棋局，就跟现在的天下一样，一团乱麻。我见到萧凌晨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他这次来就是要马踏天启，直杀泰安殿，而且还是当着他父亲的在天之灵发的誓。没了。他最后还说了一句：“我萧凌晨身负琅琊王之血脉，又岂有后退之理？你萧楚河承袭琅琊王之衣钵，又岂有不战之理？”完了完了完了！他之前看起来像是跟我们一伙的，现在看来是要跟我们不死不休了。身处险境，方可绝处逢生。神转之棋，我找到了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是的。他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据我所知，是没有的。他人呢？为何不自己来见我？他说怕侯爷听了拔刀砍他，就先溜了，去白小堂那儿了。怕我砍他？我明白了，他和叶笑英和萧凌晨是一伙的。我刚听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。他为何要这么做？萧瑟说：“求您信他。”信他？这要错了，可全完了。可就算对了，也不一定会赢啊。蓝月侯已离城而去。亲自去传唤王离天君，看来他终于是忍不住了呀。殿下，龙邪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我觉得如今我们做的这件事情风险很大，很多事情都可能变得不受控制。首先，琅琊军进城，我们便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境地。其次，如两军联手，仍不是琅琊军的对手，当如何呀？哼，打仗本来就是一场赌博，在离桌之前，谁也不知道结果。但有的时候，就是得搏一下。我萧雨从小到大想要的东西都是靠自己抢来的，我不怕输。诸君，天启城就在眼前了。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叶师叔，距离我看到这样的天气已经很久了。不久，不过是大梦一场，苍龙梦醒，便该震吼。师叔，你的这些话是我姨告诉你的吧？昔日叶师叔征战沙场，叶姨白衣剑舞，堪称绝世啊。你姨不在了，但那白衣还在。世侄，你能回来，我很高兴。师叔，那两支军队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出现？我已经做好要大战一场的准备了。哎，别着急，那些躲在阴暗处的人，可不敢现在出来对抗。你放心，
只要你攻下天启，那些人自然就会出来，到时候再打一遍就是了。师叔说的有理，不过都是些蝼蚁一样的货色。哼，我可等不及他们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君临天启了。君临天启，军队的军，还是君王的君？现在是军队的军，以后或许就说不准了吧。枪！像是战场上的号角声啊！长青，长青，陛下，外面发生了什么？回陛下，琅琊军已经在天启城外了。终于还是来了。殿下，宫中传来消息，圣上醒了，还请殿下速去太安殿会合。醒了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可是蓝月侯并没有把王离天军带回来，城中只有一些守城兵跟禁军。你说蓝月侯会带着王离天军去哪儿？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蓝月侯打算在城外指引琅琊军，那无异于以卵击石，毫无胜算；第二种，蓝月侯自知没有希望，弃城而去了。不，还有种可能。萧楚河想故意引开蓝月侯，他想和叶笑英以及萧凌晨联手。那琅琊军岂不是能毫发无伤地进入天启城了？不会。虽然没了王离天军，但禁军、虎贲郎以及天启城的一众高手还是会重创琅琊军。好，我们去太安殿。殿下，此时何不避其锋芒呢？不。今日这一场好戏，我是必然不能错过的。若我发出令箭，就带他入宫，有他相守，千军万马也杀不了我。从前只在书本上听到过战场上的号角声，如今亲耳所闻，只觉得书中所描写无法传达这号角声之悲壮、之恐惧、之雄迈的分毫啊！小徒弟，我可没你这么淡定。我没有那般诗情画意，我只知道我们快死了。死在琅琊军的铁骑之下吧。说来讽刺，我幼年时听书，只听得琅琊军守护北离安定，那可是天神下凡一般的存在，受人敬仰。可如今，不过，师傅，徒儿我可不会让你死的。我这就带你离开皇宫，咱们无官无职，琅琊军应该不会为难我们的。啊，你确定？放心吧。萧瑟让我们去个安全的地方，有司空姑娘保护我们。哼哼，天启城本是一座军城，易守难攻。哼哼，我们琅琊军要几日可攻入此城啊？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这座城中最大的战力就是王离天军。虽说这支军队战力不强，但其天机弩阵却非常适合守城。
所以说，就算是咱们琅琊军，也得花上2日的时间来攻下。那若是不惜代价呢？那便1日。这也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原本会以为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攻城大战呢，这就投降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怕其中有诈？是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。先打开城门，让敌军进入，最后斩杀旗手，以退其军。在一场毫无希望的死战中，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。所以说，不能排除他们做了这样的计划。现在城门大开，我们难道因此要畏首畏尾吗？斩杀敌手，本王就在这里，项上人头就在这里，道士来取啊！出城！撤！20万大军，就这么杀到了天启城下吗？是凌晨带兵吗？回禀圣上，还有大将军叶小英陪伴。当年我父帅每次得胜归来之时，就会这样行着马，慢慢地走在这条街道上。所到之处，路人皆是跪拜行礼，眼中全是崇敬之情。可他们现在，连出门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很多人都已经不一样了，这座城也不是曾经的天启城了。自打我父帅死的那天起，天启就已经死了。世侄，那些人现在应该聚在泰安殿等我们。那让他们再等一会儿吧。将军也请稍等我片刻，我去趟太庙。撤。国师啊，你有何打算？顺天命。那天命会站在谁那边呢？许多年前，他曾经站在琅琊王那边，可是他自己放弃了。就算仙人临世，也抵不过20万雄师啊！太叔爷，凌晨，是我，太叔爷。你回来了，很好啊。
太叔爷真的觉得很好吗？若风背叛谋逆，太庙里不会供奉着他的名字。明天就会有了。太叔爷，请给我一炷香。列祖列宗在上，凌晨经幡回来，必替我萧氏皇族平清叛乱，重塑皇祖朝纲。保护殿下！国师自幼疼爱我，放心，他不会杀了我的。哎，一别多年，小友可好？不好啊，吃的也不好，睡的也不好。倒是自从踏入这天启城之后呢，开始觉得有点好了。哪里好？能杀我想杀之人甚好。你和你的父亲很像，但你父亲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那是因为我的父帅当年遭遇那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年轻，而我很年轻，我还有机会可以犯错。有的错犯了可以回头，有的错犯了，便可能是这辈子所犯的最后一次错了。那国师，你说，当年我父帅死在法场上，他有什么错呢？琅琊王没有错。是啊，有错的人是明德帝。那他是不是应该付出代价了呢？国师，我父帅那样的人，或许几百年才出一个，万人敬仰他，可我不想成为他。楚河，父皇，你自小与凌晨一起长大，届时要大义相劝。萧氏一族不可发生内斗。我与若风这辈子的恩恩怨怨就到这儿结束了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定当守护天启，守护萧氏一族，守护父皇。楚河，哼，笑话！不知七弟觉得我哪句话是笑话？我听闻蓝月侯前一日去了你的府中，第二日便离城而去了。说是去迎王离天君，可至今未归。我还听说，天启城城门大开，迎琅琊军入城，也是蓝月侯提前下的令。我看你和蓝月侯根本早就和叛军串通一气了，要把这天启
军戒备！终于还是进来了，狼牙军。开宫门，圣上，莫须无谓的损伤。我在这儿等他。开宫门！真像啊！虫儿，凌晨，没想到你还活着。哼，虫二哥，嘿，你眼睛看得见了？是，只是没想到，复明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看见你起兵叛乱。我叛乱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我是回家了呢？这是谨言跟卓心公公。卓心公公是上任五大剑唯一存活之人，不得皇命，不得擅离皇陵。卓心公公为何来此？不奉皇命，擅离皇陵，当斩！重塑朝纲。我有龙凤卷轴在手，先皇帝亲笔撰写，还不立即跪拜？快！哼，拿着一封不知真假的卷轴就想让我们下跪？卓心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！先皇龙凤卷轴中所写名字，乃琅琊王萧若风、明德帝萧若锦忤逆夺位，当年强迫琅琊王撕毁龙凤卷轴，最后登上皇位。吾等五大剑这些年忍辱负重，终得此封龙凤卷轴，故重塑朝纲，正萧氏皇族之大统，迎琅琊王之子萧凌晨回天启，废明德帝，立新皇。混账阉人，胡说什么？上面有玉玺之印，先皇亲笔所写，岂能有假？当年我琅琊王叔亲口在殿前当着众人之面呼出的是我父皇的名字，岂有逼迫之意？再有，就算是逼迫，当年你们五大剑为何坐视不管？虫儿，莫急，让他说下去。吾等受先皇恩赐，今日定当还天下之清白。我手中有百官联名上书，愿拥护大统，重整朝纲。前辈，公公，琅琊王殿下，公公今天亲自来一趟，是准备看我
公公，你可想凌晨今日亲启啊？恭请殿下。战，不退。是啊，也不知道我那疯了的侄子现在怎么样啊？想必在殿前被千夫所指，被痛骂叛国，很多人恨不得把他的肉咬下来给生吞吃了吧？哎，往好点想呢，说不定他和萧凌晨兄弟已经相认，帮琅琊王报了仇，说不定现在正在共享皇位呢。看来侯爷还是不够相信我们呀。几位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师父当年的心愿，你们都忘了，可锦薇还记着。真是没想到，我们最后依托的，竟然是一个废物。废物！当年你们为了一己私利，利用我父帅的军威和民心，将他强行推上皇位，以至于君臣不和，朝野震乱。我父帅为了大义，最后身死。难道你们最后还想让我助你们故技重施？卷轴上本就写着琅琊王的名字，他就应该是皇帝。真是笑话。听说过有人想当皇帝的，没听说过有人一定要当皇帝的。我父帅不喜欢那个位子，他不做，你能如何？我也不做，你又能如何？几位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一错再错。我的剑术确实不如你，如果不是师父，我5岁那年已经死了。我只想为他做一些事情。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杀死季瑜的不是我，也不是锦言，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。几位，将军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杀！
报！停！禀将军，前方有军队。军队？是陈奎的夏军前来会合了吧？以他的速，应该要慢一些来才是。不是夏军，是守卫天启城的王离天军。王离天军？前辈，全军转进！真的是王离天军？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想必程叔叔应该很疑惑吧？为什么我爹在攻打着天启城，我却带着王离天军出现在这里，阻拦着上军和下军？唉，有时候侍奉的人太厉害，我这谋士也显得有些多余了。我原本还有几分担忧，但是看到他们畏畏缩缩的样子，现在多了几分自信。看来萧瑟真的下对了那部扭转局面的棋啊！昔日北篱八柱国之柱国大将军，琅琊军营级军侯雷梦莎之子雷无节，请全军退避。凝视脚下无尽的深渊。昔日北篱大都护，琅琊军统帅萧若风之子，琅琊王萧凌晨，请全军退避。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随着呼吸改变。下一刻开始，明德帝之子，琅琊王萧若风军属学生，永安王萧楚河，请全军退避。可他们都死了！北篱大都护、银翼军侯都死了！就剩下我一个金甲大将军。楚河，儿臣在。宣旨。旨从何来？顾念，你宣。儿臣遵命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属孤，误判。父皇，您这是要下罪己诏啊！念，属孤，误判。琅琊王萧若风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琅琊王萧若风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
现监人已然伏法，就案昭雪，赐其谥号达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，圣旨不断。现监人已伏法，就案昭雪，赐其谥号达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，圣之不断。其子萧凌晨承其爵位，袭琅琊王，赐宣武将军，可重召琅琊旧军，并3军之外，直隶帝王。其子萧凌晨承琅琊王爵位，袭琅琊王，赐宣武将军，可重召琅琊旧军，并3军之外，直隶帝王。孤听信谗言，误杀爱弟，愧悔无地。每3日赴太庙相逢，至死方休。孤听信谗言，误杀爱弟，愧悔无地。每3日赴太庙相逢，至死方休。臣领旨。我父帅琅琊王萧若风，为平叛乱国之灾，自无入狱。当年天启成乱之夜，乃是我与父帅亲手谋划。我父帅为了国家安定，舍一身荣耀于法场上自刎，以定天下。尔等作为我父帅的马后之兵，不以将军之令为首，反兵指皇城，要谋乱天下，还配得上琅琊军3字吗？大将军，你怎么就这么不愿意做皇帝啊？圣上，父皇！圣上，父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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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德22年春，明德帝承认琅琊王谋逆案乃是误判，下罪己诏恢复琅琊王名誉。金甲大将军叶孝英引兵入天启，卓新进威伏法，进言失奏。后史称今日为琅琊兵变。父亲，行了，不必再说什么了。这一次是我输给那帮小子了。其实当时按照我的脾气，真恨不得踏平宫城，杀他个干干净净。父亲虽然骁勇，却不残暴，
萧瑟早就看透了这一点。是啊，我看兵力，那小子宽人心，以至于我20万大军被几个毛头小子，再加上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罪己诏就给退了。哼！萧瑟说，如果当时父亲不退，那么如今天启城飘着的，便不再是萧氏皇族的神鸟大风旗，而是我们叶子营的军旗了。对呀，我当时手里握着刀的时候就在想，难不成把那些姓萧的都杀了，然后自己当皇帝？哼，哼哼哼。可是你爹杀朕杀人还行，哪里做得了皇帝？所以也就罢了。更何况当年王爷是自己让自己去赴死的，所以我就更没有仇恨的理由了。父亲，闺女，你爹老了。当年天启城一起奋战的那些兄弟也都不在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也就凭着这一口气撑着。现在也没了，没了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闺女，身体怎么样？啊？已经许久未曾发病了。我问过国师，他说新山上的高人留下的那缕真气护住了我的心脉，保我10年无碍。10年过后，高人大梦归醒，我便再去一趟仙山。那便好。闺女，我估计你这些年还不想离开天启，毕竟这么多朋友都在这儿，对吧？萧瑟那家伙，你是想做他的王妃吗？我和萧瑟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并无儿女私情。父亲，您误会了。那就是雷家那小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和雷大哥可不一样。雷大哥当年还是挺会逗女孩子欢心的，那小子傻愣傻愣的。父亲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闺女啊，爹是在想，爹走了之后，谁来照顾你呀？参见父皇。你们来了，来，再过来点儿。
次的事情是你们2人一起商量的吗？他给我打了个谜语，我便赌了一把。你我2人自小一起长大，心思怎会不知？你明明是听了我那句话，才能做出这般奇诡的调兵的。打开城门迎接叛军，派王离天军去挡2支秦王之师，亏你想得出来！说他不是琅琊军的内应，我都不敢相信。父皇，阻挠秦王之师一事，是儿臣一人所为，还望父皇莫要怪罪皇叔。姑明白你派军拦他们的意图，如今姑病重不起，社稷动荡，军中难免会有异心。你这次的行为，避免了多方的冲突，没有折损北离的英勇将士，做得很好。父皇，两军之中定有人与其勾结，还望父皇严惩。好，姑会让乐离去查的。凌晨，你在殿前的所言所行，很有你父帅当年的风范。我只是秉承我父帅的意志罢了。若凌晨真的谋乱拿了皇位，以后到了下面，我父帅见着我，非得拿起马鞭抽死我不可。更何况我这性格当不了皇帝的。哎，那什么性格适合当皇帝啊？比如圣上您这样的性格，心思重，性格稳，考虑的也周全。我父帅太潇洒了，做个将军还行，当皇帝嘛太累，所以他当年放弃了。我也一样，皇帝是这个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但同时也是最有枷锁的人。那些死太监把宝压在我们父子2人身上，也是看错了我们。哎呀，当年我们兄弟2人，一个为君，一个为帅，本以为北离的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，可以长龙制胜，却没想到反被他人利用了。你父帅的事，姑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。圣上的确应该自责。说下去。那件事我如今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当年我父帅军功累累，天下归心，军中有很多人，包括大将军叶萧英在内，都想推动他来当皇帝。尤其是那次从南绝大胜归来之后，10里长街铺满鲜花，万千百姓夹道欢迎，军中已经有很多人在蠢蠢欲动。于是便有奸臣找出了当年的那封卷轴，想拿此来做文章。据说已经和军中许多将领都在密谈，只等一个时机，便让我的父帅黄袍加身。最后我父帅宁愿赴死，选择自无余身以定朝纲。但是为什么圣上您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呢？我明白，这是你们君臣之间的默契。你清楚他的打算，他明白你的心思。可是当年，其实还有第2种办法呀。你们可以找出那些想要作乱的臣子，一个一个都杀了。你可以和我父帅一起坚定地告诉天下，没错，卷轴上的名字是萧若风，可那又怎么样？皇帝依然是萧若锦，琅琊王依然是萧若风，这是你们2人做出的选择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同封卷轴不可以，天下人也不可以，可是为什么您却做不到呢？因为那么做有风险，那样做会让您的皇位不稳。它会严重影响到天启城的安定，
那些在夺嫡之战中败落下来的王爷们，随时会兵指天启，朝中反对您的大臣们也会伺机而动。圣上，凌晨说的对吗？没错，你说的都对，所以姑这些年一直都很愧疚。姑可以自己骗自己，说这是若风的选择，也可以对自己说，总有一天要为若风平反，在太庙为他重新供奉一个牌位。可是直到你们踏入皇宫的那一刻，姑都还没有做过这件事。我父帅心里一直记得年少时与圣上的约定，可是后来圣上却忘了。我不知道圣上今天叫凌晨来是想说些什么，但凌晨想说的便是这些，而凌晨想听的也不是一些类似后悔的话。圣上要是没有别的想说的，凌晨便先走了。我理解我父帅的打算，但并不代表我能原谅这件事情。我失去了我最亲近的人，无论如何，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我都没有办法原谅。江山也好，社稷也罢，皇位也不过如此。凌晨今天过来，不是跟你叙旧，也不是来邀功的，只是这么多年，有些话在心底里不说不痛快。凌晨没有办法跟天下人说，凌晨只能跟圣上您说。也希望圣上可以谅解。明白。姑还有一件事要问问你啊，这一次姑该如何选择啊？圣上，其实很简单，您最痛恨哪位皇子，就把皇位留给他。皇上这个位置啊，注定是孤家寡人，做不痛快的。哼，这个回答，姑倒是没有想到啊。凌晨的话，你也都听到了。过去的事，便如他所说。儿臣清楚了。当年，姑害怕那些乱臣再打你的主意，所以一狠心把你贬出了天启。你不要怪姑啊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儿臣结识了很多朋友。这些才是你值得依靠的朋友，就如我当年依靠若风一样。这些年，姑一直都在想，当年在法场，若风看我的眼神，你猜，姑看到了什么？那日儿臣并不在场，不过我猜。你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失望，他在百姓的眼中是神人，他在百官面前是圣人。可是当朕下令斩他那一刻，他一定对我这个哥哥很失望吧？父皇，说，儿臣有事也想问，但是怕说了之后你会难过。
说吧。既然今日把你们都唤来，就是要你们说完当年的那件事。说吧。我在想，当年的情势是否真的有那么紧急？从琅琊王被诬入狱，直到问斩，这之间的时间过得是不是太快了？倘若不斩他，真的会引起叛乱。那叛乱真的有这么容易爆发吗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么那些人又怎么会任由他被杀死呢？你说了凌晨不敢说的话。祝贺，你很好啊，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都没变呐。是，姑那么快就杀了他，是因为姑惶恐啊。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姑在那一刻成了被捆绑在皇位上的人，知道吗？多谢父皇解除儿臣疑惑，儿臣告退。姑对自己也很失望。这一次输得太彻底了，太彻底了呀！殿下，本王本想着，此一番天下必定大乱，最后两败俱伤，只等我们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最后，不管是天启城还是琅琊军，全都安然无恙，可笑，可笑！是我失算了。不是因为萧凌晨，是因为萧楚河。他让王离天军离开天启城，去拦上下两支秦王之师。我方才收到洛成军的信。他说领兵的一身绿衫是叶孝英的女儿叶若依，他们还以为叶若依是叶孝英派去的。便是萧楚河的这一招棋，就让我所有的部署都功亏一篑。殿下，这输了就输了吧。不过这次纷争之后，还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。你是说百官联名？本以为这件事情终于落下了帷幕，可是当我听完所有的事情，还是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溜走了。简言手上那份名单。简言公公手上有一封琅琊兵变的所有朝廷官员的名单。可是这也是为什么萧凌晨率领20万大军可以顺利到达天启的原因。有这份名单，相当于扼住了那些官员的咽喉。要不咱们也去抢抢？我看你最近心情不错，倒是学会开玩笑了。毕竟已经了却了一桩心事。不过这件事我可不是开玩笑。这份名单若是让萧雨拿到手，他必定再起波澜，利用这份名单威胁那些官员为其谋事，绝对不能让他拿到。如今这天启城中全城戒备，谨言逃不出去，就得找个地方躲。你猜他会躲在哪儿？莫非他会去找那个如今天启城中唯一在乎他性命的人？能比锦仙公公这里更好了。殿下谬赞了。不过殿下来此，恐怕不光是为了品茶吧？当日在泰安殿前，卓心、谨言、谨微三人用伪造的龙峰卷轴企图叛乱，
虽然龙峰卷轴已毁，不过谨言手中还有一个卷轴。这个卷轴上是百官联名的手书。既然大家都说这龙峰卷轴是伪造的，那么手书也可以是伪造的。可当时所有人都已经听见了，此事已经传开，朝野上下很在意这件事情。所以殿下也对那份名单有兴趣。父皇已经下了口谕，从今日起，本王代大理寺卿负责彻查此事。白王居然去了红钦殿，看来大家都猜到了，锦仙公公是谨言公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只不过锦仙公公的交道可不好打。二哥有圣上口谕，天启上下就没有他不能打的交道。毕竟谁都不想下天狱。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，圣上为何要将此事交给白王？二哥为人做事稳重，交给他去做，才能够服众。我们呢？我们才是解决了这场兵乱的人。我们在他们眼中是琅琊王军一伙的，让我们去查，只怕天启城中的那些官员都会寝食难安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既然此事已经交给了白王，我们很难参与其中，总不能明抢吧？方才我们白小堂迎来了一位特别的主顾，锦仙的人。你这么聪明，就会显得我很呆。说吧。锦仙公公已经联系我们了，说会把谨言送到我们白小堂，让我们把他保护起来。那太好了，等谨言被送到白小堂，我们就把他抓起来，这样手术不就是我们的了？姬雪虽然是我们的朋友，但是白小堂这么多年的声誉可不能毁于一旦。情分是情分，生意是生意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自然是等一等锦仙公公的条件了。不能就这么等下去。我已经猜到锦仙公公的所需了，我们需要为此做准备。若依，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外面盯梢的人又比以前多了许多，整条街都被探子给包围了。以前只有白王和赤王两家盯着我们，但如今半个天启城的人都在盯着我们，我们的敌人又比以前多了许多。对这只手书感兴趣的可不止我们一家，相信萧雨那边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盯着他。我们的敌人，自然也就是他们的敌人。